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93岁国医大师无病无灾过一生，晚年说出了长寿秘诀，值得我们借鉴。医学专家陈可季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大家，也是我国中医界的泰山北斗。他是我国的中医科学院院士，也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代表性传承人，受到了国内外医学同行的广泛赞誉。但是他最令人羡慕的并不是这一点，而是他的健康长寿。出生于1930年的陈可季，今年已经93岁了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能够活到90多岁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但是陈可季院士不仅寿命长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的身体也一直的相当硬朗，很少吃药和生病。身边的学生和同事都对他的养生秘诀相当好奇，都向他讨教养生的秘诀。而陈老谈到养生的经验，认为这是一件顺手而为的小事情，每个人都能够有健康长寿的晚年。国医大师陈可季的长寿秘诀就在这4句话里：一、淡然面对生死，不要过分执着于寿命。生老病死乃是自然的之理，人终究是怕死的，特别是那些有地位的人，希望自己长命百岁，寿长福厚。只是人类真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寿命吗？很遗憾地说，谁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寿命。秦始皇千古一帝，统一6国，天下都是他的，所以他就找术士炼制长生不老药，希望千秋万代。可秦始皇还是在49岁那年离开了，再有权也无法阻止死神的降临。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，一代商业奇迹，拥有的资产数不胜数，但他还是因为癌症在56岁那年去世了。再有钱也无法阻止死神的降临。在尘世间，钱财权势确实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，甚至可以改变人之命运，但是钱财权势无法战胜死神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一个意外过来，人就没了。谁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活到100岁，平安到老呢？对于寿命没必要太执着，淡然处之就好。该长寿的不会短寿，该短寿的不会长寿，这才是尘世间的真相。但是如今很多老人都过于在乎自己的岁数，过了60岁以后，生怕自己少活1年，身体出现一点儿小毛病，就惶惶的不可终日，四处寻医问药，这样对健康不仅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反而会加重心理上的负担，身体又怎么会好呢？2、不要以瘦为美，老人也要敢吃肉。现在的养生观念中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那就是人在老了以后就只能吃素。特别是健康意识越强的老人，越容易陷入这种误区，在潜意识中将肉当作不好的食物，从而下意识地排斥它。陈老认为，老了以后多吃素是正确的，但是凡事有度。如果仅只吃素，完全的放弃吃肉，那必然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。没有肉的营养补充，身体哪来的营养和能量呢？健康自然也就如无根之草，风一吹就会倒下。老人常吃肉有这几点的好处：可以延缓大脑衰老。你要知道，大脑的衰老速度和人的寿命有很大的关系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大脑的活力和反应能力是非常迅速的，能够对事物做出快速的判断，而老年人却达不到这个要求。要知道，人老了就像机器生锈一样，大脑的反应程度也会降低。但是经常吃肉可以有效地防止大脑老化，因为肉类含有一定的营养物质，可以增加大脑中抗氧化物质的浓度，可以降低脑细胞的损伤率。2、防止营养不良。根据相关的研究，许多农村的老年人经常营养不良。如果营养不良要增加，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。但出现这个问题，不仅身心会受到重创，抵抗力也会下降，
病毒也会入侵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老年人一定要加强营养的供给，多吃鸡蛋、肉类等食物。3. 避免骨质疏松。很多老年人都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如果想有效地避免骨质疏松，可以多吃肉，因为肉中含有大量的元素，补钙、铁、锌、硒等的维生素，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成分。老年人多吃鱼肉很有帮助，毕竟骨质疏松不仅会造成关节的损伤，还会影响自己的日常出行。调查了1000位100岁老人，发现他们的腿脚依然很灵活，骨密度仍保持在正常水平。人老腿先老，所以如果你上年纪之后没有各种的关节问题，依旧能够一口气走路半个小时还不觉得很累，那么你就有长寿的潜力。3. 维持和谐的家庭关系。如今很多老人在养生上面花费很多心思，但是却往往忽视了身边的亲人。要知道一点，你的亲人才是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人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关系，是不可能有一个幸福晚年生活的。陈老认为，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好的夫妻关系是精神的营养剂，如果能够互相的包容相互之间的缺点和不足，夫妻之间自然就会少了很多的摩擦，生活过得也就更加的滋润。这样每天回家之后，心情都是比较愉悦的，健康长寿自然水到渠成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，结婚之前要睁大双眼，结婚之后则要睁一眼闭一眼。4. 常听音乐和戏曲。如今很多老人都存在睡眠不足、睡眠质量差的问题，晚上入睡难，白天醒得早，甚至一个晚上有时候会惊醒4、5次。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。陈老在70岁以后也存在这些问题，但是后来他发现，如果在睡觉之前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戏曲和音乐，睡眠质量就会大为改善。后来他退休以后，还会经常在家中听一些中国的传统乐器，这样他在陶冶身心的同时，也改善了晚上的睡眠质量。睡得好，自然身体棒。如果将这些养生秘诀每一个都单拎出来，想必有不少人都能够做到，但是能够全部做到的人，想必就很少了。甚至有不少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哪怕只能做到其中的1、2条，长期的坚持下去，相信身体健康也会获得改善，能够获得更长的寿命。但是也有部分老人不仅仅不能遵守这些养生的好建议，反而喜欢做一些有害身体的事情。这些行为或许你也有过，对照看看。60岁后老人常做的2件伤身行为，对照看看。第一，就是退休了也闲不下来。60岁的老人大多数都已经退休，开始安享晚年了，但是长时间的休息总是让他们感到烦闷不安，于是便换着花样来折腾自己，不仅要把家中内外的家务活一手包办，甚至连孙子都要亲自带。这样的勤劳品质固然值得感动，但是这也是导致寿命缩短的行为之一。老人身体体力本就下滑，这些看似轻松的小事，一件件的累积起来，也是一件不小的负担。经常操劳过度的老人，怎么会有健康的身体呢？如果实在是觉得无聊，不如培养一点兴趣爱好，比如种种花草、练练书法、跳跳广场舞、打点健康小麻将等等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还是少劳累点吧。第二就是过度的迷信各种的保健商品。保健品从一个普通的商品沦落到现在人人喊打，不仅仅是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，老人的盲目迷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人在年纪大了以后，身体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，但这些小毛病的出现是很正常的，却让部分老人焦急不安。在正规医院得不到救治的良方，就去寻找民间的各种名医，
往往寻到的并不是救命仙丹，反而是虚假的保健品商家。这些保健品不仅会坑害老人的钱财，部分对身体还有一些副作用，吃多了以后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，造成疾病丛生。想要健康长寿的晚年，保健品是老人要学会的第一堂课。其实养生也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难，如果能够抓住重点，再搭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长寿百岁不是梦。中科学院士陈可季的养生经验，每一件看起来都不难，但是难的是能够持之以恒，不要有松懈之心。如果能够全部做到，相信你也会和陈老一样，拥有健康长寿的晚年。但是如果只能做到1、2条，那也很不错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